大家好，这里是李玉阳。这期视频呢，我们来介绍一下刀锋之舞啊。首先呢，我认为刀锋之舞下呢，高蓝发全是挂件，因为高蓝发下需要养的 CD 太多。蓝发其实3个蓝发和7个蓝发，它的被动提升呢是差不多的，唯一的区别呢就是2秒的眩晕。而且蓝发对于刀妹的提升来说呢，成本太高了，7个挂件才25%的双攻，我的评价是不如泰坦。所以我玩刀锋之舞一定是只带3蓝发，而不是7蓝发，一定是优先哨兵。如果你的艾瑞利亚呢是高蓝发的，那么强度首先就要打折扣。第二个核心理解是，拿到这个海克斯之后，第一时间你要看一下皮城学院给的是什么装备，因为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开皮城的，一定要看一下有没有可能他给的装备是我们需要的，那么就可以优先去做这些装备，或者避免重复去做。皮城和哨兵才是玩女刀锋的关键羁绊。第三个核心理解呢，是我更倾向于去搭配伤害类型相同的后排义子，所以我会用什么去开这个3蓝发呢？要么金克斯，要么伊泽瑞尔。那当然是伊泽瑞尔更可靠。那么伊泽瑞尔和雷欧娜天然的2皮城，再加黑莫丁格呢3皮城，而且还有天然的瑞尔2先知，所以这个阵容是我理解的最佳刀妹阵容。在没有特殊情况下，我都推荐你完成这个样子，8级就能成型，9级呢多一个杰斯，阵容构筑也很合理，很平滑，对吧？当然呢，还要另一种情况是什么呢？就是一般我们玩女刀锋的时候呢，前面都是要开3个蓝发的，那么很可能我们会用威古斯和色体2张卡一起开，因为不可能很早就有俄洛伊嘛。因为威古斯这张卡同是蓝发的1费，所以很容易它也能3星。那么到后面就顺理成章的变成了4个先知。当然也有可能色体也3星，上努努甚至2格斗对哨兵提升也不小。不过呢，追色体的成本比较高，而且这样子搭配很难开出6个哨兵，所以很难开出6个哨兵不是先知，所以可能更好的情况也就是6哨兵4先知。当然可能更激进一点，你也可以卖个3星威古斯换这个黑莫丁格。这是我玩刀锋之舞下来我认为最合理的2种构筑但我认为呢还是 EZ 更合理。如果是用威古斯副 C 的话，毕竟呢伤害类型不一样嘛，你做薄木做青羽效率都很低，我更倾向于整体阵容伤害类型一致。至于装备，我建议你就是无尽正义泰坦这个搭配，因为连败你不怕没神装，而且大数据这个搭配是遥遥领先，前排腰带3件套，救赎日炎薄木。对于6哨兵来说呢，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强势搭配了，因为6哨兵的基础抗性太高了，做防御属性的装备对于哨兵来说都会被稀释的厉害，所以最好的就是做功能性的装备。这个阵容我甚至不推荐你做青羽，就是要做薄木，薄木就是很厉害。光明装备方面呢，光正义数据好于光无尽，好于光银雪，这种情况呢，我推荐你就按数据来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海克斯方面呢，比如导师制权杖意志天涯若比邻光明重构器都不错，对吧？强化方面呢，终极英雄最后机会地下拳王盲野双爪飞升我都觉得不错。这种构筑方面呢，最常规的情况呢，就是尽快抽出6哨兵，可以留一张色体补3蓝发，一定是6哨兵最优先。8级上黑莫丁格，补出皮城先知，9级呢上杰斯。第二种情况呢，威古斯太多了，对吧？直接3星威古斯后面4个先知。当然之前呢也说过，你也可以激进一点，3星威古斯我也卖了换成皮城。这个阵容呢就是这样的简单粗暴。其实很多人玩女刀锋感觉它没强度，主要就是陷入了蓝发的误区。如果我们一开始方向就是正确的往哨兵皮城的方向靠，那么刀锋之舞就是战场上的死亡之舞战场如风掠，敌影似烟消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拜。